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月5日啊，咁咧有好多讀者咧就希望我詳細講下咧我喺台灣做身體檢查嘅經歷喎。點解咧？近年咧跨境旅遊啊，順便做埋體檢咧就好流行，甚至乎做埋啲治療咧，亦都好流行嘅。咁我就可以講下啦。其實 BBC 咧亦都同時間咧有一個報導啊，就話咧香港人北上成風喎，其中咧北上咧唔單止係旅遊咁北上咧以前咧就係大陸人南下嚟香港治療，而家咧香港人北上治療，因為香港人北上治療咧成本低好多，尤其是咧深圳有香港大學嘅深圳醫院啊嘛，咁所以個質素咧即係有好多人覺得都係有保證嘅，而且深圳大學亦都有醫學院啦，即係深圳嘅醫療咧有一啲香港人覺得係信心。即使冇信心咧，有時真係冇辦法喎。譬如話一啲嘅標靶藥咧，喺香港治療咧就要38,000蚊一個月，咁唔係好多人可以負擔到啊。咁但係翻深圳咧，食同一款嘅標靶藥，但係個價錢咧只係可能1/3，萬餘蚊就得啦。甚至乎有啲藥咧，複製仿製藥咧，印度製造或者中國製造嘅咧，喺深圳食咧係可能1/5嘅價錢喎。咁 BBC 個報道嘅原理就解釋咧，就係因為嗰啲藥廠咧就係制定價格嘅時候係考慮埋當地嘅消費能力。第一，大陸嘅消費能力就遠比香港低啦，所以咧就對於一啲高收入嘅地區，譬如話英國啊、美國啊，佢哋咧就定一個咧更加進取嘅價錢。但係一啲發展中國家咧就定一啲咧相對便宜嘅價錢嚇。咁呢種係第一種。第二種咧就係佢哋同一款藥，可能咧就係用仿製藥，就係唔同藥廠嘅，就唔係英美嘅大藥廠，唔係德國嘅大藥廠做，而係咧揾印度或者中國嘅藥廠去做。咁所以喺大陸食咧，同喺香港食咧，可能係價錢會爭好多啦，係1/3至到1/5啊食到。第三種咧，亦都係因為個數量嘅問題啦。你喺香港同一款癌症嗰個數量可能講緊幾百人嘅，喺中國大陸咧就可能講緊咧幾廿萬人嘅。咁所以咧變成咗藥廠去批發嘅時候咧，就會考慮埋對方嗰個批發量喎。咁所以大陸咧就係當然平啲。咁所以跨境醫療咧就變成咗常態啦。以前咧就係大陸有錢人嚟香港治療，而家咧就係香港咧相對嗰個議價能力冇咁強嘅人咧就北上治療。以前朱咪咪都講整牙啦，講咗好多年噶啦，都唔係話好多人去。咁而家就唔同喎，而家就好多人北上整牙。配眼鏡睇大陸嘅視光師，去做體檢又好流行嘅。咁但係可能即係呢個係涉及到信心嘅問題啦。你對大陸嘅醫療體制是否有足夠嘅信心啦？我自己咧今個假期咧12月咧大部分時間我就喺台灣度度過。個原因係咩咧？我大半年前咧我就係感覺到左上腹係痛楚，係長期痛楚喎。咁我喺英國咧就即刻馬上咧報咗俾 NHS 啦，睇咗 GP， 即係你嘅家庭醫生全科醫生。咁然後咧佢就係馬上安排咗1個星期，佢就安排咗我睇超聲波。超聲波再驗便、驗血、驗尿，就發現唔到指數上咧有咩異常嘅所以就不了了之啦。佢就叫我定期追蹤，每2年就照一次就得噶啦。因為咧佢就發現咧我嘅一個膽臟啦、脾臟啦、肝臟啦、胰臟咧都有啲小水泡、啲水囊咁但係咧佢就話未去到痛楚，2年追蹤一次就得噶啦。佢安排咗。加上咧我自己咧喺醫院有專科醫生跟進癌症啊嘛。我每隔2年咧就會照一次嘅靜電子掃描 PET scan， 就睇下有冇癌症擴散，有冇癌症嘅變化嘅。就冇。咁所以咧就揾唔到原因喎。咁係咪有啲醫生又話可能係肌肉痛楚？我又覺得唔放心。咁所以今次咧12月份咧我就喺台灣咧工作，我就帶咗個40人嘅旅行團去台灣參觀咗一啲嘅歷史文化古蹟，去咗台灣嘅台北市議會去拜訪佢哋。同時間咧就係有讀書會有講座完成咗所有工作之後咧，我就入咗長庚醫院。喺長庚醫院咧就做咗個全身嘅檢查。就因為我屋企咧家族咧都有中風歷史啊，我阿爺阿嫲都有中過風噶嘛。咁所以我就擔心咧，而家人到中年啦，40幾歲咁我就做咗個全身嘅心血管掃描，睇下會唔會有自己有中風嘅風險啦。第二咧就係做咗全身嘅檢查，全身檢查好仔細啦。除咗癌症嘅追蹤咧之外咧，就係唔同嘅內臟、唔同嘅器官嘅功能嘅追蹤嘅功能嘅指數。
睇下全身嘅肌肉量啊，亦都有呢個嘅腸胃鏡檢查。咁所以好多網友咧、讀者咧就話要我分享下，佢哋都有興趣喎。咁我喺英國做咧，始終第一語言咧唔係優先啦，因為你英文第一英文咧，而且咧就係喂嗰啲醫護人員咧，近年咧英國 NHS 請嘅醫護人員，我接觸過好多啦，譬如話同我做呢個嘅 test 或者驗血啊、睇報告咧，好多嘅醫護人員咧都唔係英國本國嘅人嚟嘅，即係我接觸嘅唔少都係非洲嘅尼日利亞嗰啲或者係巴基斯坦啊、印度啊嗰啲醫護人員。我自己嘅癌症嘅專科醫生咧，佢係香港人嚟嘅，好好彩佢係香港人嚟喎，佢係香港細個就嚟咗英國然後劍橋大學醫學院畢業，咁即係可能佢中文都唔係講得好好噶啦，咁但係都識聽少少中文啦，咁主要都係講英文嘅，咁但係有時一啲關鍵嘅字眼，佢有時都會同我用廣東話，即係試圖去表達，咁都溝通到嘅。咁但係咧，全科醫生啊唔係啊嘛，全科醫生真係可能係英國本地人，或者係印巴或者非洲咁所以咧變成嗰啲英文口音咧，有時聽咧都係聽到6-7成嘅啫喎，唔係全面聽到晒喎。咁加上公營醫療服務啊嘛，公營醫療服務咧，佢哋解釋俾你個 report 咧，亦都唔係解釋得好詳細嘅，佢亦唔會俾翻個 report 個副本我睇嘅喎。喺英國 NHS 睇咧，佢冇副本喎，口述完就算嘅咯。咁所以咧變成咗咧就係我自己都唔係好放心啊，所以趁機會去台灣工作咧，就做咗個詳細嘅健康檢查。咁價錢咧亦都好相宜啦。雖然英國咧係全面免費嘅，咁但係咧始終我又覺得未必獲得有用嘅資訊太多，咁所以我喺咗長庚醫院度檢查啦。咁長庚醫院呢個喺台北喺林口新北市，咁咧佢有2個地方嘅。佢嗰個有部分嘅檢查咧就要入到去新北市嘅長庚醫院度，咁但係咧亦都有部分嘅檢查咧就喺台北市中心嗰個地方度咧體檢中心度做嘅。咁我當時選嘅就係呢個頂級專着嘅男性，就係22,500蚊嘅，咁3-4個鐘頭，40歲以上啊嘛就係做呢個啦。咁包括咗咩？一般嘅身體檢查啦，做埋視力嘅檢查，有冇色盲啊、眼壓啊、視力嘅檢查啦，血液咁做晒基本血液啦。尿液亦都做晒啦，咁亦都睇下肝腎功能嘅全部做晒，呢個肝炎嘅抗體亦都做晒。如果發覺你冇足夠抗體咧，就馬上補翻打針，好平嘅啫，係數千蚊台幣搞掂嘅。咁然後咧新陳代謝嘅檢查啦，亦都基本做嘅。肥胖嘅檢查亦都做咗啦，睇下身體有冇啲咩肥胖嘅問題，血脂體脂好彩咧，我就係全部合格喎，即係睇唔出喎，即係我嗰個血脂體脂都係合格嘅喎，肌肉嘅比例咧都係合格嘅。有啲人話叫我減肥，咁當然都要減肥嘅，因為我有脂肪肝嘅問題。咁但係咧身體嘅體脂嗰方面咧都係正常。呢個咧係動脈硬化嘅檢查咧，就係40歲以上我選貴啲個 plan 咧，貴1倍嘅先至做到喎。咁呢個我覺得係重要啦。然後心電圖呢啲基本啦，肺部或者 X 光呢啲都係基本嘅。咁超聲波亦都係照晒啦，然後咧癌症嘅治療咧呢個咧就要另外再加嘅。咁因為我喺英國做咗啊，所以咧我就冇另外再加2300幾蚊去做，就冇做嘅。然後咧再加咗1萬蚊咧，就係做咗呢個無痛嘅腸胃鏡無痛嘅腸胃鏡、甲狀腺嘅功能啊，咁呢啲基本亦都做咗啦。女性咁我唔關事啦，係咪？咁醫書嘅解說咧，就係中文嚟嘅。咁而且咧因為咧佢仲送埋餐喎，用送埋套衫添喎，睡衣都幾靚噶，仲有咧提供一份咧中英文對照嘅報告書。留意，因為咧佢呢個價錢咧只係俾本國嘅居民嘅，咁所以咧我最後咧亦都另外再加咗另外一個 plan 咁呢個第一個 plan 就22,000幾蚊台幣啊。另外我再加咗另外一個 plan 咧，呢個 plan 咧就貴一啲啦，呢個 plan 咧就係進階嘅或者係進階嘅心血管套餐，就39,000幾蚊，或者你哋未必需要進階啦。如果屋企冇家族嘅中風或者心臟病嘅，就可能基本心血管套餐17,000幾蚊，我又加咗39,000幾蚊。咁39,000幾蚊咧，再加22,000幾蚊咧，咁total 咧因為係外國人啦，佢可能會收貴啲，咁但係我又加咗一啲 plan 咧。佢又俾咗個優惠價我係5萬幾蚊做咗呢個成個檢查就5萬幾蚊台幣，5萬幾蚊台幣圍翻咧都唔使2萬蚊港紙啊。咁當然啦，就係有啲條件嘅，
就係因為咧你做嘅時期咧，佢第一個檢查同第二個檢查佢要隔2-3日嘅，咁而第二個檢查咧隔咗2-3日之後咧，我係先做咗基本嘅身體檢查先，然後隔咗2-3日做腸胃鏡嘅檢查。咁而佢要求咧，你腸胃鏡檢查之後咧，你有10日時間要留台嘅，即係第一等報告出，第二咧就係要即係等你個身體恢復咗，因為你要做全身麻醉啊嘛，先上飛機。咁所以如果喺香港或者其他國家飛去嘅朋友咧，建議就先做咗腸胃鏡檢查先，然後隔咗2-3日再做基本嘅檢查。咁啊 total 咧就應該前後10日留喺台灣。咁所以咧，雖然話你個價錢係平咗喎，加埋2萬零蚊，你香港做咧淨係做個腸胃鏡入院咧都4萬蚊、3萬蚊走唔甩㗎啦，冇咁詳細。咁但係咧你就要住酒店啊。咁啊，我要住酒店，當然可以選擇住醫院嘅，有啲醫院係可以住嘅，咁但係未必咁舒適啦。咁我就選擇住酒店，咁酒店都要錢㗎嘛，咁所以呢個咧你哋要不得不計算翻。咁酒店即係因人而異啦，幾百蚊一晚嘅台灣酒店民宿又有，或者係幾千蚊一晚亦都有，咁你就因人而異啦。咁咧呢個係台北新北市喎，其實我之前咧就睇過咧台南啊、高雄咧嗰啲價錢係再平啲嘅，可能平1/4、1/3啊得㗎，甚至乎咧。冇咁大間嘅醫院，我睇過一個台北嘅一個聖心醫院啊，佢嘅價錢係平啲嘅，咁但係醫院就冇咁大間啦。咁所以我睇過唔同嘅醫院嘅。我有個朋友啊，徐少華，佢就揾咗最大嘅榮民總院，咁我都揾過榮民總院嘅，但係個期又度唔啱，咁所以我就揾咗長庚都好好嘅。咁但係唯一唔方便咧，佢就係體檢又喺台北市，然後咧係做呢個嘅心血管嘅掃描咧，就要喺新北市。咁中間咧，佢就派個護士咧護送你嘅，坐醫院嘅專車 Uber， 即係類似嗰啲7人車咧專車入去咁個護士即係陪我去嗰程係幾靚女嘅，翻嚟嗰程就即係唔重要啦呢個。咁 anyway 咧就係醫生專業嘅講解。咁啲醫生咧同我睇嗰個主治醫生咧都係美國一流嘅大學，好似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畢業嘅。如果我冇記錯就應該係史丹福或者係耶魯，我唔係好肯定啊。咁總之美國一流大學嘅畢業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體驗嚟啦。亦都即係睇到我而家嘅病啦，我而家就發現咗咧，我有長期嘅慢性食道炎同埋慢性嘅胃炎，亦都有12指腸潰瘍。咁醫生就話胃酸倒流啊，各方面嘅問題啦，飲食要解決啦，亦都好嘅膽固醇不足啦。咁各方面咧就要注意，咁所以我嚟緊呢一年咧，我就會減輕我嘅工作啦，減散我論文嘅寫作啦、寫書嘅寫作啦，以及咧喺倫敦大學嘅工作咧，我亦都申請咗可唔可以半職或者無薪工作，咁以減少翻學嘅時間。咁所以咧，我新一年都希望要全面整頓我時間噶啦。咁咧呢個說明咗咩？台灣嘅醫療咧，第一佢嘅健保制度咧係全世界咧最好嘅健保制度。咁但係問題長貧難顧噶嘛，健保制度咧有好多人咧就係即係供款供好少錢，但係咧就攞好多藥。台灣咧就習慣咧，你睇醫生就攞好多藥噶啦，因為啲人都覺得唔使錢咧就可以不斷攞。醫生咧亦都係咧即係習慣啲人咧係攞藥就係咁批藥。咁我咧今次除咗入去體檢之外咧，我發生咗個小意外喎。我送咗個女入去急症室，我個女咧喺酒店度咧玩啦，大女同細女咁匿入咗個櫃裏邊啊。咁酒店嘅櫃咧係緊嘅，入場櫃嚟嘅。咁結果咧匿入咗個櫃裏邊咧，佢隻腳卡住咗，即係4歲嘅小妹妹啊，卡住咗嗰個櫃嗰個其中個櫃嘅底層啊。掹唔翻隻腳出嚟，唔知點解喎，真係我又當時唔在場，我哋喺隔離房，咁兩個女咧就同老人家咧喺另外一間房，結果就係後來發現咗啦，我哋試圖幫佢拎翻隻腳出嚟都唔得啦，佢驚啦，越驚咧隻腳越縮得入，叫酒店，酒店咧亦都話冇辦法啦，即刻叫消防員，叫消防員咧爆開咗個櫃，咁當然要賠錢啦，即係我要自費賠錢，咁但係咧爆開咗個櫃之後咧。消防員咧就發現女可能有扭傷，擔心有骨折，就馬上咧當時喺台北市中心就送入咗去醫院度，好近嘅啫，10分鐘車程嘅送入咗醫院，咁佢10零分鐘就到噶啦，救護員、消防員，馬上送咗阿妹去入去醫院，喺醫院裏邊咧就係好快啦，等都唔使等，就做咗個 X 光，發現咧佢並冇骨折，只係咧輕微扭傷啫，好好彩托賴 touch wood，阿妹亦都好叻喎。佢一開始咧隻腳拎唔到出嚟，佢喊咗一陣。但係當酒店嘅經理
後來消防員上嚟咧，佢就冇喊啦，因為我同佢講，你越喊咧，隻腳越入咧，你就拎唔翻出嚟噶啦，就時好痛噶啦，就會受傷噶啦。咁阿妹就全程好配合，佢就好緊張地捉住自己兩隻手，然後就入到醫院。咁入到醫院咧，仲同啲姑娘護士喺度整鬼臉啊，氹到啲醫護人員好開心添。佢係溝通唔到啦，當然阿妹又唔識講國語但係啲人就識講英文啊嘛，啲醫護人員又同佢即係都幾開心嘅嗰個時候。結果咧就出翻嚟啦，成程入到醫院攞埋 X 光報告1個鐘頭。因為外國人啊嘛，所以咧只能夠俾3800蚊冇健保，3800蚊嘅台幣就係做咗個急症室嘅服務。而咧仲攞咗一大堆藥，其實真冇需要喎，因為輕微扭傷啫嘛，你咪自費去外邊買啲扭傷嘅按摩膏咯。但係唔係啊，佢俾咗好多按摩藥，我俾咗三種2種嘅按摩藥，一種就係口服嘅止痛藥。其實我覺得係完全冇需要嘅。但係醫護人員都照俾啦，藥劑師都照批啦。所以咧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好嘅經驗。我係喺倫敦咧，喺英國咧，我帶家姐入去急症室2次啦。第一次就係家姐同妹妹一齊入急症室，就係皮膚潰爛因為以前咧就係翻嗰間學校咧個衛生環境好差，咁咧佢哋要長期坐地氈，而地氈係濕嘅。我女咧本身就有呢個嘅濕疹問題。我同學校講咗好多次，可唔可以俾個坐墊去坐下，佢唔得。結果咧坐到爛晒，睇 GP 咧 ，GP 話即刻要入急症室因為嚴重金黃葡萄球菌爆發發高燒，傳染埋俾細妹，2姊妹一齊入急症室。入到急症室咧都好快處理嘅但係快極咧就唔係好似台灣咁1個鐘完成咗，都要等咗5個鐘頭。英國嘅急症室咧，佢哋有一個指定標準嘅，就每個鐘頭同你量血壓量呢個嘅心電圖。發覺冇嚴重咧，佢就係拖慢板；有嚴重咧，先馬上咧送入去手術室或者係其他地方專科醫生去跟進。所以喺急症室等咗5個鐘頭，2個女同我。結果就係咁樣啦。第2次就係家姐咧，佢嗰個心口又痛心口痛唔知咩事，其實後來知啦，應該原來做運動咧係導致到可能啲骨或者係肌肉拉傷。但係睇 GP 又係嘅，寫紙叫你入去急症室。又係等咗5個鐘頭，結果5個鐘頭後冇事咧，就係俾翻啲按摩膏你走嘅啫。台灣唔同，1個鐘頭就解決到。呢個就係 NHS 同埋台灣嘅健保都係公營服務，但係咧台灣嘅醫院咧就有好多私營嘅，好似頭先所講，榮民總院、長庚醫院係台灣最一流嘅醫院啦。佢哋咧就係做好多外國嘅體檢亦都做好多咧醫學美容我見到長庚醫院咧，佢都個護士仲 sell 埋我添有冇興趣去除面上嗰啲油脂粒有冇興趣去做嗰啲 facial 佢哋好積極咧，就係開拓佢哋嘅私營服務所以就係利用私營市場去補貼公營服務嘅不足啊嘛。呢個係一個聰明嘅做法嚟嘅。英國咧嘅醫院咧最近1年咧似乎都願意係咁做啦，但係以往咧呢一方面就唔係好積極啦，所以咧變成咗你不斷用公帑去補貼。呢個係無底深潭嚟噶嘛，一定係做唔到。台灣就聰明好多。香港都瑪麗醫院有私家門診或者係私家呢個病房嘅，但係又唔係一個龐大嘅收入嚟啦。所以呢個就係導致到香港公營醫院同英國個公營醫院服務一樣啦，都係每下愈況，每況愈下。呢個冇辦法，因為資源係緊絀。而香港嘅醫生咧，私家醫生咧，亦即係揾到好多錢啊嘛，所以導致到咧公營醫院嘅醫生咧真係經驗不足。因為有經驗嘅都出咗去出邊自己掛牌啦，亦都揾大錢，數十萬1個月，過百萬1個月都大有人在。所以好嘅醫生咧，亦都往往外流變成咗咧公營醫院個服務質素下降。英國咧就係英國政府就係唔係好鼓勵啲私家醫生啦，尤其係工黨上台啦，因為擔心私家醫生越多咧，就會咧分走晒公營醫院嘅醫生。所以咧，英國嘅公營醫院醫生人工低，私家醫生咧嗰個私家醫院各方面咧個補貼資助咧亦都唔夠所以變成個公私營咧喺英國睇醫生咧都唔係好好。我試過睇 GP， 我太太咧就係呢個扁桃腺發炎啦，睇 GP 睇咗1個月咧都冇開藥俾佢。睇私家醫生咧，亦都要預約，可能要24小時、48小時。但係咧 GP 咧，政府醫院咧，政府醫生咧就馬上有嘅。但係每次有咧都係檢查，發覺你唔死得啊，冇事啊，唔理你。1個月後咧，發覺醫唔好咧，佢先至開藥俾你。咁但係已經痛苦咗1個月啦嘛。咁所以即係佢原理就係公營服務就係醫你，就發覺你唔死啊，唔處理你咯。
咁香港都係㗎，你有長期疾病，你換菠蘿蓋或者係做呢個嘅大腸鏡，咁你可能拖半年、1年、2年都未排到你喎。呢個就係公營嘅問題，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公私營合作就係最好嘅，就鼓勵啲人咧買保險，就可以喺出邊私家睇醫生。咁咧公營醫院咧就係做一個保底，就係一啲冇資源嘅人咧就可以睇公營醫院，就最好嘅方法。或者公營醫院咧同時間咧開拓一啲私營嘅服務，就係咧增加公營醫院嘅收入，以令到公營醫院嘅醫護人員嘅收入增加。最合理就係呢個做法啊嘛。所以咧過分依賴公營服務或者過分依賴私營咧就係有問題。不過而家21世紀，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可以有啲嘅醫生可以 online 睇啦，係咪？譬如話即係台灣啦嘅醫院或者台灣嘅大學咧，佢哋心理學系或者有啲心理輔導咧，佢哋有啲 online 嘅門診服務喎，就係想睇心理治療咧，輔導員咧或者係心理學家咧就可以 online 睇喎，好多都係名牌大學畢業嘅，美國回來喎，咁而且講中文啊嘛，講國語啊嘛，所以我喺英國預約咧就可以同佢哋喺度傾喎，有心理壓力有睡眠問題就可以同佢傾嘅。咁當然肯定冇正面對面傾咁好噶啦。咁但係都未嘗唔係一個方法咧，可以跨國治療啊嘛。咁有啲病咧真係可以透過跨國治療咧，或者跨國嘅 GP、跨國嘅專科醫生去做嘅。英國政府咧就唔積極去推動呢樣嘢。咁當然有啲因為工黨就會話，喂，你咁剝削到一啲其他國家嘅喎，你跨國治療咪令到人哋排隊咪排得越慢咯，係咪啊？或者係你跨國。英國有咁多印度人，佢哋咪可以跨國睇翻印度醫生咯，視像睇啊嘛。咁佢哋話會剝削到印度人睇醫生嘅權利喎，咁呢個就係即係左派咧就有呢種思想啦，係咪？但問題你自己都顧唔掂，你仲要考慮人哋咁呢個就係亦都一個問題啦。而家英國嘅醫療服務就係面臨崩潰，就係往往就係公營無底深潭，效率低，而且咧唔願意咧外判一啲醫療服務出去，咁所以變成咗呢個問題。Anyway， 台灣嘅今次經驗咧，我就覺得體驗好好咁個醫院嗰方面咧，亦都同校旅行社叫我喂，不如搞個醫療旅遊啦，一齊20人去做個治療，去做個呢個嘅呢個體檢，或者係做醫學美容咁。但係我冇咁多時間，成日帶啲人去台灣嘛。咁除咗台灣之外咧，馬來西亞、泰國咧，好多人都會去做體檢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台灣起碼因為有好多醫學上名詞咧，英文始終唔係溝通得咁清楚用中文咧就係放心好多。個醫生好詳細同我講咗報告半個鐘頭，我覺得真係個體驗係相當好嘅。咁所以有啲網友叫我講，我就冇收長庚醫院錢嘅，我只係分享翻我12月個經歷啫。佢哋旅行社咧就叫我搞團嘅，咁但係我就冇咁多時間咧去帶20人去做，然後仲要 stay behind 10日咁 anyway， 我今日就分享去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即係北上諗住去消費嘅去睇醫生嘅，不如考慮下台灣啦，係咪啊？即係你喺台灣攞標靶藥，或者係深圳攞標靶藥，嗰個價錢可能未必爭好遠嘅啫。你可以不妨直接 send 個 email 去問當地嘅醫院，或者佢自己掛牌嘅醫生去了解下，或者有啲超前啲嘅醫療癌症醫療治療技術，台灣有，香港咧亦都唔係咁普遍嘅譬如話呢個嘅一啲幹細胞或者係免疫力治療法咁咧香港唔係好普及嘅，台灣咧就相對普及一啲嘅有興趣可以自己研究下啦，或者詢問專業嘅醫護人員。今日講到呢度，希望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文字版，每一段我嘅演講咧都有文字版嘅，亦都有無限重溫，只要15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年費訂閱咧仲有 discount。多謝大家支持，知識有價。今日講到呢度，拜拜。